在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举行的欢送仪式上，镜红尘和太子徐天然的出现，为这场谈判增添了更多的政治色彩。在太子徐天然的见证下，镜红尘和霍雨浩达成了协议。霍雨浩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获得了他所需要的银龙鳞片和其他珍贵材料，而镜红尘则得到了霍雨浩设计的魂导器图纸。随着镜红尘的护送，霍雨浩和其他史莱克学院的学员踏上了归途。霍雨浩在返回史莱克学院的路上，心中对镜红尘意外大方感到警惕与疑惑。他清楚自己卖给镜红尘的设计图虽然精妙，但并不足以匹配那些珍稀材料的价值。霍雨浩的直觉告诉他，这份意外之喜背后可能隐藏着未知的风险。当双方在预定的交换地点相遇时，史莱克学院的2位院长亲自出面，显示了对这次交换学生的重视。严少哲和仙灵儿对霍雨浩的回归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们对霍雨浩的贡献表示了高度的认可和感激。镜红尘虽然表面上保持着礼貌，但他匆匆离去的态度似乎暗示着不愿过多停留。霍雨浩向严少哲透露了自己的担忧，明德堂可能会在回程途中对他们不利。他分析了自己卖给镜红尘的设计图和敲诈得到的珍稀金属，认为这可能是镜红尘行动的动机。严少哲和仙灵听后，对霍雨浩的机智和先见之明表示赞赏。面对可能的危机，霍雨浩建议他们3人分开行动，以减少目标的大小，增加行动的灵活性。严少哲接受了霍雨浩的建议，并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霍雨浩因其对学院的巨大贡献，被特批进入海神阁，创造了最年轻进入海神阁的记录。霍雨浩因其对史莱克学院的巨大贡献，被特批进入海神阁，这一成就令他激动不已。尽管年仅17岁，霍雨浩却赢得了海神阁宿老的一致认可。他所提供的1376份图纸，不仅丰富了学院的魂导器制作方法，更为学院节约了大量研究时间。史莱克学院的财力和自身结构使其在稀有金属的获取上有着天然优势，而霍雨浩的贡献更是让学院魂导系的发展迈入了新的阶段。他的图纸被珍藏于海神阁藏书楼，成为学院不可磨灭的历史。仙灵儿提醒霍雨浩，虽然他已获得荣耀，但目前还需保密，等到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后，他将正式毕业。霍雨浩告诉他们自己已经达到了5环的修为，这让严少哲感到震惊。仙灵儿则戏称霍雨浩为小怪物，认为他是学员中最符合怪物2字的人。严少哲和仙灵儿决定先行一步返回学院，以确保安全。在返回途中，严少哲和仙灵儿讨论了战术，仙灵儿表示要主攻，而严少哲则愿意辅助。然而，当一片乌云以惊人的速度向他们飘荡过来时，气氛突然紧张。乌云凝聚成虎头模样，释放出恐怖的威压。严少哲和仙灵儿立刻进入战斗状态，仙灵儿更是展现出其武神斗罗的英姿，变身为一位英武的女战士。对方的出现让局势更加复杂，原来是一位名为张鹏的老对手蝎虎斗罗。他与严少哲有着旧怨，此次显然是来寻仇的。仙灵儿面对乌云中的挑衅，他的怒火化作青色火焰，凝成一柄8级净体魂导器长矛，一声龙吟，他的攻势如青龙般迅猛，直指黑虎乌云的要害。蝎虎斗罗以乌云为媒，隐匿身形，却不料仙灵儿的攻击如此强悍，竟将他的乌云驱散，迫使他现出真身。2位强者的对决就此展开。仙灵儿的武魂青炎龙以其独特的风属性力量展现出了分解万物的破坏力，他的每一次攻击都伴随着龙吟和雷霆轰鸣，令张鹏节节败退。严少哲在旁向霍雨浩解释了真身附体的概念，让霍雨浩对魂师战斗方式有了更深的理解。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作为精神系魂师，在战斗中将拥有无限的可能。战斗愈演愈烈，张鹏终于施展出他的武魂真身，化为一头巨虎，释放出邪魂师的力量。他的攻击变得更加凶悍，以声波气浪震散仙灵儿的攻击，召唤出无数魂兽幻影，向仙灵儿发起了总攻。仙灵儿面对张鹏的转变，没有丝毫退缩，他的青炎龙武魂在风与火的双重力量下，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战斗力。他的战矛每一次挥舞，都在空中带起一圈圈气浪，与张鹏的魂兽幻影展开了激烈的碰撞。霍雨浩在旁观战，他的心灵被这场战斗深深触动。他看到了魂师的荣耀，也看到了战斗中的残酷。随着战斗的进行，霍雨浩也在不断的吸收和学习。他知道这些经验将对他的未来修炼有着不可估量的帮助。而仙灵儿与张鹏的战斗，也让他更加渴望自己能够早日达到那样的境界，成为一名真正的强者。天空中，乌云与青年交织，龙吟与虎啸共鸣，2位魂师的战斗进入了白热化阶段。而霍雨浩也在这场战斗中逐渐明白了自己前进的方向。张鹏释放了他的蝎虎武魂真身，其兽魂的释放让仙灵儿面临了巨大的压力。这些兽魂不仅抗性强，还具备物理与精神双重攻击能力，令战局变得更加复杂。霍雨浩在严少哲的保护下，虽然无法亲身感受到战斗的激烈，但他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级别的战斗对他来说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同时，他也认识到自己拥有对抗这种灵魂攻击的潜力，因为他继承了死灵圣法神的力量。就在双方陷入僵持之际，龙逍遥的出现打破了平衡。
作为与穆老齐名的黑白双圣龙之一，龙逍遥的实力深不可测，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带有压倒性的力量。龙逍遥要求严少哲接下他3次攻击，如果严少哲能够做到，他将允许严少哲和霍雨浩离开，但仙灵儿必须留下。同时，他还要求霍雨浩交出手中的戒指。如果严少哲无法承受3次攻击，那么结果将不言而喻。龙逍遥以强者的姿态说道。严少哲面对龙逍遥提出的条件感到无法接受，他知道如果仙灵儿留下将面临极大的危险。而霍雨浩则因为龙逍遥提及穆老的名字而感到愤怒，他认为龙逍遥不配提及他尊敬的老师。霍雨浩拒绝交出戒指，并表示宁愿将其送入异次元空间，也不会让他落入龙逍遥之手。霍雨浩不仅没有被吓倒，反而挺身而出，以穆老关门弟子的身份直面龙逍遥的挑战。霍雨浩深知龙逍遥自恃身份，不会轻易对晚辈出手，尤其是在穆老的名下。他利用这一点，大胆地向龙逍遥提出挑战，如果自己在3次攻击内不能逼退龙逍遥，就将戒指交出。龙逍遥对霍雨浩的第3只眼感到好奇，他接受了霍雨浩的挑战，并提出如果霍雨浩能在1分钟内帮助仙灵儿获得胜利，就保证他们平安返回学院。这一赌约对霍雨浩来说既是机遇也是风险。霍雨浩的计划并不止于此，他利用自己的灵眸武魂召唤出了太阳的光芒，发动了强大的攻击。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不仅令严少哲感到震惊，也让龙逍遥感到意外。当霍雨浩的攻击降临，蝎虎斗罗张鹏的兽魂瞬间溃散，仙灵儿抓住机会发动了致命一击。张鹏虽然以蝎虎真身逃脱，但也受到了重创。张鹏的兽魂在霍雨浩的光明力量下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这种力量虽不强大，但其属性却足以令失去本体的灵魂感到害怕。霍雨浩解释说，这是光明的力量，用来扫除黑暗。龙逍遥对霍雨浩的力量感到好奇，也承认自己输了赌约，并询问霍雨浩所使用的力量。霍雨浩告诉他，那是进化的力量，一切灵魂之力的克星，即使是微弱的进化之力，对于兽魂来说也是致命的。龙逍遥对霍雨浩的才能表示赞赏，并接受了他的挑战，允许霍雨浩自由攻击3次。霍雨浩清楚，尽管龙逍遥只使用魂王级别的魂力，但他的身体和精神力仍然是极限斗罗级别，这将是一场艰难的挑战。霍雨浩开始凝聚自己的力量，他的精神力实体化外放，整个人的气息不断提升。他准备以全部力量发出致命一击。当霍雨浩的拳头与龙逍遥的手掌相接时，他展现出了强大的威压，仿佛要压倒对方。龙逍遥感受到了霍雨浩的威胁，但他依然稳如泰山，没有移动分毫。他对霍雨浩的实力表示认可，认为霍雨浩有资格成为龙神斗罗的弟子。在龙逍遥眼中，霍雨浩已经做到了魂王级修为的极致，即便是年轻时的穆老，也未必能超越他。然而，霍雨浩并未就此满足，他以一个出人意料的动作展开了更为精妙的攻势。他的身体在空中翻转，以食指点地，整个人围绕这一根手指剧烈旋转，释放出极致的寒意，将龙逍遥笼罩其中。这一招正是霍雨浩的极致之兵，连龙逍遥也不禁为之惊讶。霍雨浩的左手轻飘飘地拍向龙逍遥，这一掌看似温柔，实则蕴含着强烈的寒气和特殊的气息。龙逍遥在接触的瞬间便感觉到了不妙，但霍雨浩的攻势并未停止，他的右手挥洒出深蓝色的剑芒，直指龙逍遥的要害。龙逍遥虽然实力超群，但在霍雨浩的3连击下，也不得不全力以赴。他的右臂被寒气侵袭，失去了知觉，而面对霍雨浩的冰级无双，他只能选择后跃，避开了这致命一击。霍雨浩的攻击虽然强大，但也给他自己的身体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他的经脉因为承受了过于强烈的魂力冲击而受损，一口淤血喷出，周围的地面都因此冻结。龙逍遥最终承认了自己输了，他对霍雨浩的极致之兵表示赞叹，更为穆老能有如此弟子而感到惋惜。他承诺霍雨浩他们在回程的路上不会再受到任何困扰。就在这时，饕餮斗罗玄老带领着史莱克学院的强者们赶到，他们的到来为这场战斗画上了圆满的句号。龙逍遥在史莱克学院的强者们面前选择了离开，他的笑声中充满了怆然，但也显示了他超然的实力和胸怀。